嗨，好呀，今天呀，我们继续来聊新加坡。新加坡国土面积约为纽约市的一半，上海市的1/9，却有超过7000家跨国公司，300家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其中近一半还把新加坡视为它的亚洲总部。同时，新加坡还拥有东南亚数量最多的独角兽企业，你比如像 Shein， 还有 Root、Amber Group 等等。那问题来了。小小的新加坡是怎么能吸引到这么多跨国公司、投资基金和高增长企业的呢？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人才。新加坡的人才竞争力有多强呢？根据 GTCI 的最新报告，2023年新加坡连续第3年霸榜全球第2，仅次于老牌冠军瑞士，而美国呢排名老3。这里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GTCI 呢是 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的缩写。也就是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 报告是由世界知名商学院 INSEAD 每年发布。以2023年为例，它的最新年度基准报告长达300多页，覆盖全球134个国家，从6大维度、69个子指标，全方位评估哪些国家和城市最能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而 GTCI 的6大维度是指 Enable、Attract、Grow、Retain、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kills、Global Knowledge Skills。简单来说就是看一个国家有没有适合人才的好土壤，能不能把人撩过来，来了能不能成长升级，升级后愿不愿意留下来，有没有技术过硬的中坚力量，有多少能够引领创新、面向全球的高端人才。接下来咱们大致参考这套逻辑来看一看新加坡在这场人才竞争的全球大比拼中是怎么做到一骑绝尘的。新加坡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那是出了名的廉洁高效。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也就是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简称 WGI， 评估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自1996年以来的治理质量。截至2023年，新加坡政府有效性百分位排名基本一直傲居100%，全球最高。这也说明新加坡政府在公共服务监管能力、承诺可信度等等方面是具有极高的声誉，妥妥的政府界天花板，有没有？再加上新加坡从1959年以来采用的是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选举制度，而人民行动党一直以压倒性的票数长期执政，这就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性。你看，这政府很能干，还一直是他干，再加上法律制度完善，执行严格，不管是打工还是创业，稳。同时从建国那个开始，新加坡就给自己定了一个高目标，我要绿，我要美，我要当全球的小花园。结果呢，真做到了，花园城市，绿化覆盖率高达47%，全岛一共有350个公园和花园。你比如说像新加坡植物园、东海岸花园、滨海湾花园，还有超科幻的超级树 Super Tree， 白天赏绿，晚上看灯，浪漫的不行不行的。新加坡地儿小自然保护区可是真不少。你比如像五级芝马、卓阳集水区、双溪部落和拉百多等等，里面住着谁呢？有1190种维管植物，44种哺乳动物，207种鸟类，72种爬行动物，25种双栖动物，33种淡水鱼，还有156种蝴蝶在你身边翩翩起舞。所以在新加坡你在路边看到松鼠在树丛里窜，跑步时看到水獭在水库边溜达，乌敏岛上猴子过来跟你抢食儿，公园里蛇出来遛弯，别怕，这都是常规操作。新加坡位于东南亚，靠近赤道，听到赤道你是不是吓了一跳？那不得把人晒得外焦里嫩。其实还真不是，新加坡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就一个季节，夏季，气温恒定在26到32度之间。你看早上阳光灿烂，下午热对流一来，唰下个30分钟的雨，干净利索，雨一停，海风一吹，凉爽又不闷，还自带天然除湿功能，巴适。每天的标配穿搭都是短袖短裤2+1，轻松自在，还省下了不少买衣服钱。而新加坡常年高温多雨会有个问题，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病毒。你比如说文明疾病登革热，那咋办呀？别急，政府早就安排妥了。他靠4招，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
全球最干净的城市之一，严格到令人胆战的罚款制度，从小灌输的全民卫生教育，覆盖全岛的清洁工团队，高效环保的垃圾处理系统。这一波组合下来啊，国家干净度又干到了全球第一。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新加坡居民的平均寿命呀，也随之飙到了83岁，依然全球领先。那问题来了，高龄社会，老人这么多，你说新加坡足够安全吗？别担心，新加坡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说到底啊，还是因为它的法治体系是出了名的严，整个国家严格执行零容忍政策。你像不管是毒品、枪支还是暴力犯罪，一律严惩不贷。严重的甚至会被判鞭刑或者绞刑。咱们举个真实的案例：2016年6月，45岁的新加坡籍女子莎莉迪威·迪加马尼因为走私30克海洛因被捕，最终被判处绞刑，并在2023年7月28日执行。这是新加坡近20年来首次对女性执行死刑，足以显示他对毒品犯罪的零容忍。再说一个你可能听过的 Michael 费伊案。1994年美国小伙迈克尔在新加坡干了坏事，乱涂鸦、偷交通牌子，还破坏公物。结果呢，直接被判4个月监禁，罚款3500新币，外加6下鞭刑。后来美国政府亲自出面求情鞭刑就减到了4下，并在5月5日执行。当年这个事儿可是激起了新美两国政府和媒体的激烈交锋，也让新加坡的鞭刑瞬间举世瞩目。鞭刑听起来好像就那样哈。那你还真想错了。新加坡的司法鞭刑以它的严厉和高强度的痛苦著称，很多受过鞭刑的人都把它描述为极其痛苦的经历。你看行刑时犯人全身脱光光，被固定在一种特制的刑架上，由体格健硕、身材魁梧的行刑官使用浸泡过的长1.2米的藤条，以极高的速度和力量抽打犯人的臀部。每一鞭都可能导致皮开肉绽、鲜血渗出，而且这剧烈的疼痛感可能会引发全身颤抖、冷汗，甚至当场昏厥。行刑后犯人的伤口往往需要好几周才能愈合，并可能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所以，新加坡的鞭刑是真正做到了一种物理级的震慑。而国家环境好只是它吸人大法的第一步，真正吸引人才还得加上它的软硬兼施。你看，新加坡签证体系灵活，再加上它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港。你看，税收优惠，政策友好，可以提供优质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如果说签证政策、商业环境是新加坡的硬实力，那么多元文化则是它更厉害的软实力。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里，官方语言就有4种，分别是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这种多元文化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你像在工作、生活上到处都是。你看，新加坡街头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欧美人，各种肤色完美融合。吃个饭吧，一条街你能吃到肉骨茶、海南鸡饭、印度飞饼、马来沙爹、墨西哥卷，各种小吃店和眼花缭乱的米其林餐厅随便选。节日呢更是全民混搭，春节、国庆节、屠妖节、哈芝节、圣诞节，全民都有假，谁也不落下。这是真正的文化共存。所以新加坡你看多会吸引人才城市干净，政府廉洁，制度给力，文化包容感还爆棚。那问题来了，人吸引来了，接下来怎么培养呀？新加坡在这方面也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咱们上一期弹丸之地如何跃居教育之巅，我们详细聊过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简单来讲，新加坡的基础教育资源相对均衡，重视双语教学以及数学、科学、阅读3项全能的培养，而学生的表现呢，在 TMSS、PISA 等全球评估中也是频频登顶。而全球排名前10的顶级 IB 学校，新加坡就占了3所，重点是还都是政府办的公立学校。你看，基础教育能打，作为延伸的高等教育也是很不错的哦。这里面有2所大学，你一定听过。新加坡国立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简称 NUS。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简称 NTU。根据2025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NUS 全球第8。
NTU 全球第15。而且这2所大学国际化程度都是相当的高，和世界各地的很多知名高校都有合作。根据大学官网信息显示，NUS 的合作高校横跨全球40个国家的190所大学，其中包括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而 NTU 和全球超过570个学术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研究、学术交流和联合项目。你比如说像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等。而全球产业研究合作伙伴超过350个，包括阿里巴巴、惠普、劳斯莱斯、欧莱雅、松下等等。但教育再牛，新加坡人少，你说苗系咋整呀？这时候新加坡又打出来一张王炸，掐尖抢人。从小学1年级到大学博士段，政府都有各类选拔、奖学金和资助项目，负责到处筛米，然后吸纳到他的教育体系里进行培养。你比如说，咱们说个中间段，中学针对中国有 SM 奖学金项目，也就是中心奖学金项目，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初3、高2和大1的学生。而东盟奖学金呢，面向的是东盟国家的学生，几乎覆盖了从初中到高中的各个年龄段。而这些国家呢，包括像文莱呀、柬埔寨呀、老挝呀、马来西亚呀、缅甸呀、泰国和越南。而这些奖学金呢，不止给学生免学费、免住宿费，还给补贴生活费、安家费，每年1次探亲机票。我想说，当年我到底错过了啥？所以你看，基础教育因材施教加精确引导，高等教育多元发展加全面提升，再加上政府全球捞人来补充生源，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新加坡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比例又冲到了全球第1，并且在金融科技、生物科技、软件开发、科研论文产出等等表现一个比一个亮眼。可以说新加坡不仅把人才养得好，还帮他们打通了国际舞台的人图2昧。而反过来这些人才的全球影响力也顺势成就了新加坡在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叫互相成全。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新加坡作为有名的花园城市，政府给力，教育顶尖，工资高，税还低，但现实却是新加坡人才竞争力一直稳居世界前3的同时它的留人能力却在下降。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来了又走了呢？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这得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说起：养老。根据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GTCI 的数据，2022年新加坡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中实际领取养老金的比例只有33%。在被评估的全球131个国家里，这养老金的覆盖率排到了第92位，也就是全球倒数后30%。为什么3个人里面只有1个人在领养老金呢？这咱们就得说说新加坡社会福利体系，叫中央公积金，也就是 Central Provident Fund， 简称 CPF。CPF 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兜底型的福利，而是一个强制性的个人储蓄账户。你在职的时候公司和你按一定的比例一起往账户里面存，政府给你账户各部分呢2.5%到4%的年利息。等你退休后从养老账户部分按月领取，直到账户领空。这乍听起来是不是挺合理的？但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是自雇，也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说本身收入就不高，那你快退休了，养老账户里面本身也没啥钱，那咋办呢？只能继续找工作，继续赚钱养老。同时新加坡老龄化特别严重，政府也特别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根据新加坡人力局的统计2024年65到69岁人群的就业率为50.5%。哇哦，一半人还在工作耶。70到74岁人群的就业率为35%，75岁以上的也有13.8%。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很多人即使过了退休年龄，也还在上班。那领养老金的人数比例自然就会比较低。所以总的来讲，你在新加坡如果想老了有保障，还得靠自己多交 CPF， 多赚钱，赚很多钱。那你说钱赚多了，是不是生活就轻松了呢？也不一定哦。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不低，也就是亚洲第1，全球前8%。地方小，资源少，连水都得从隔壁马来西亚进口，所以买东西贵，租房贵，买车更贵。你比如说，你想买辆买菜车，
那对不起，先从政府手里拍个用车证，也就是买车资格证。最近呀，竞标价格大概就是10万新币，按现在的汇率换算了一下，大概55万人民币。而且这资格证有效期只有10年，到期后要么续，要么卖车，要么车子直接报废。请问咱这买菜车还买吗？再加上新加坡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什么呢？城市拥挤，噪音污染比较严重，医疗资源紧张，职场竞争激烈，节奏太快，压力山大。于是很多海外人才虽然选择来了新加坡，但更多呢是把它当做跳板，先来这里积累经验，提升履历，然后再跳去像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等这些更大的市场。于是新加坡成了很多人职业地图上的中转站，而不是终点。最后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你看新加坡是一个小的精致的花园国家，政府廉洁高效，城市干净安全，教育优质，还国际化，文化多元开放，平台起点高，成长速度快，是高级打工人的天堂。同时它小的非常局限，你看城市拥挤，公共资源紧张，消费太高，压力过大，职场太卷，发展空间有限，是全球人才的中转站。或许这不仅是新加坡的问题，也是所有小而强国家的共同烦恼。那么对于新加坡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哦。如果喜欢我们 Note Club 脑洞派，别忘了点赞订阅哦。Thank you for coming. See you. Bye bye. City lights going high, people moving hustle by, beats pumping through my veins, riding on these urban plains. Street art colors up the wall, echoes of the nightly call.